我国有位来自四川的船长，在万里之远的南非航行时，碰到了中国海军为其护航，在远离祖国的大海上互相发送了祝福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近期，我国有一名船长在驾驶着帆船进行全球旅行的时候，碰到了中国海军。这可是一件稀罕事儿，因为当时这名船长正在南非海域，而南非海域距离中国有着1万多公里。这放到以前，是中国海军军舰根本不可能到达的区域。结果就是，在这万里之远的南非海域，这名中国船长碰到了我国海军编队，正在进行护航任务，这让他表示十分的激动。在看到我国海军的护航编队之后，这名船长还和编队进行了对话，收到了海军编队的祝福，让这名船长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，认为正是有着中国海军的保护，自己才能够安全地在全世界航行。从报道中来看，这名船长遇到的应该是我国海军第42护航编队。这支编队刚参加完中俄南非3国举行的联合军演，现在结束了军演，准备返回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。这支护航编队由3艘军舰组成，分别为淮南舰、日照舰、可可西里湖舰。其中淮南舰为林武尔地驱逐舰，排水量为7500吨左右，并配备了64单元的通用垂发系统，可发射防空、反舰、反潜导弹，再加上一定的对地打击能力，堪称是一款全能型军舰。打击范围的话，有着600公里左右。因为在阿联酋举办的阿布扎比方战上，已经公开了射程600公里的鹰击 18A 反舰导弹，并且还有消息说，这款军舰同样能搭载鹰击21高超音速导弹。在航展上亮相的 YG21E 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。如果林武尔地搭载了这款导弹的话，那么打击范围可达上千公里，比来南非参加军演的俄罗斯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还要强，实现了在打击范围加吨位上的双重碾压。日照舰则为 05C 护卫舰，虽然吨位只有4000吨，但是搭载了多套防空系统，是我军第一款区域防空型护卫舰。淮南舰、日照舰组合起来，一个负责进攻，一个负责防御，形成了完美的配合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并不是我国的最强军舰，这2款军舰目前都是我国的外销产品。巴基斯坦已经采购了多艘 05C 护卫舰的外贸版。林武尔地虽然目前还没有国家采购，但林武尔地南宁舰前往巴基斯坦和阿联酋，就是专门为了对外出口展示而去的。当然，仅凭借这2艘军舰就想去南非完成万里远航任务还是不可能的，更别提本次这支护航编队还是在参与了中俄南非联合军演结束后，继续前往亚丁湾进行护航任务，这航程可就不止1万多公里，而是数万公里了。因此在这时就要依靠另一艘大型舰艇可可西里湖舰了。作为我国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，这艘军舰的排水量达到了2万吨，可通过多种方式对编队进行淡水、食物、弹药、油料的补给。也正是这款军舰的诞生，使得我国海军走向了蓝水海军，具备了远洋作战的能力，并多次派军舰前往亚丁湾、索马里等危险海域执行护航任务。也正是有了中国海军的万里护航，才使得这名船长能够在国外安全的航行。要知道，这名船长发现我国海军护航编队的地方在南非的好望角海域，是沟通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重要渠道，并且随着海洋运输业的不断发展，各种大型邮轮和货船也越来越多，这些船只无法顺利地通过苏伊士运河，所以便选择了从更为宽敞的好望角通行。这也催生了大量的海盗以此打劫为生，让全球各大商船、渔船都遭到了不少的损失，即便是我国也不例外。就像今年除夕之时，我国就有小型渔船在好望角周边的索马里海域被海盗盯上。由于这艘小型渔船航速较慢，仅有10节，排水量也只有88吨，再加上只有5名船员，一旦被海盗接近，就只有被绑票的份儿，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。
在大海中孤立无援的渔船情急之下，向中国海军发起了紧急求助。收到消息后，正是本次事件中的主角淮南舰高速机动，快速接近了中国渔船，将它与前来打劫的海盗船隔离开来，并采用远光灯照射、中英文喊话的方式对其进行警告。而原本以为能捞一笔的海盗，在看到中国海军的大军舰都过来了后，被吓得立马掉头逃窜，头也不回。对这帮海盗而言，自己在海上打家劫舍是为了混口饭吃的，万一惹恼了对方，那就不是驱逐，而是击毙了，没必要把命给搭上。哪个重要，他们还是分得清的。也正是有了我国海军的万里护航，我国的商船、渔船才能安稳地出现在各大海域，才能让我国和全球进行经济交流。